不管羊肠小道也好，光明大道也好，这我真是有点难。是不是下一期换个自由来了？我哪像庆姐呀？我不能再从头再来了。行了，了解了。行了，范哥，您的诉求知道了。但是架不住人家就是品牌喜欢，所以是品牌挚友，对吧？那究竟是哪些品牌喜欢？啊？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好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刚才范志毅老师结尾说的特别对，在哪儿摔倒就要在哪儿站起来，但是别假摔，假摔确实不好。下一个要上场的就是赵英子，真摔过，真摔过，走红毯的时候晕倒过，网友指责他假摔。我跟你说，当时啊，赵英子，你就是没遇到好人。如果我在你旁边，我扶你一把，再问你一句，你是在表演吗？我告诉你，那网友绝对不会说你是假摔，网友会觉得哇哦，他晕倒的好优雅啊。至于指责谁，你甭管，然后你就美美的走你的红毯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慢慢走，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们这儿没红毯，好吧？慢慢走过来，千万别摔。让我们掌声有请稳稳当当的赵英子。真的掰掉了，能稳当吗？掰掉了，这咋办？这稳当不了，永远有意外。重来一遍。赵英子走在路上，英子你往这儿站一下，方便我们摄像师给特写。这不怪我吧？英子走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跟我说，麦掉了。同时我确实看到了，麦掉到了脚脖子。我觉得这是真掉了。录了这么多年的节目，也确实没有见过麦包掉到脚踝上的这种情况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响老师来给英子重新调一下麦包。咱们就假装刚才那段没发生，但是我相信节目可能会用进去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赵英子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赵英子。放心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天是因为啊没吃饭，有点低血糖才晕倒的，今天是不会晕倒的。我呢也不是什么小场合都低血糖的。我正式吐槽前跟大家说一句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录屏啊，千万不要录屏，知道了吧？啊，好好好，开始。今天呢，见到张纪中老师啊，我是非常开心的。张纪中夫妇啊，日常很恩爱，骑马半夜去新疆爬雪山，多浪漫啊！70多岁高龄，还陪着自己爱人爬雪山。这给我们纪中老师累的呀，后来还是学我装晕被人抬下来的。说完张纪中，就不得不提他的好朋友刘晓庆了。小庆姐呢，曾经在采访中公开表示，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女演员，我已经没有对手了。你听听这话多疯啊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说的呢。而且姐啊，我就想问一问，全世界最好的女演员跟耿大勇拍戏啊？
小庆姐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啊，非常爱演少女，60多岁呢还演16岁的丫头。听说她是重庆人，我之前啊一直很好奇，为啥重庆只做鸭脖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因为鸭头都让小庆姐做了。小庆姐出过4本书，我这8年我的路，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，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4本书连起来就是我这8年是怎么从亿万女明星一路走到从头再来的。小庆姐还说过，做单身的名女人很难，但是靠单身成为名女人好像简单点。你说呢，周扬青？周扬青啊，去过我们恋爱吧第5季，当恋爱观察团的成员。杨青啊，就你那观察力，还能观察别人谈恋爱呢？接下来，耿大勇老师。耿大勇微博只有40个粉丝，什么概念呢？蒜蓉蒸扇贝的粉丝都比他多。他还跟小庆姐合作了一部短剧，还夸小庆姐很有少女感，虽然有点虚伪啊，但是给小庆姐夸兴奋了，赶紧接了2个丫头的角色来奖励自己。这期的主题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但大家真的很怕小庆姐从丫头再来。其实吧，耿大勇，我不想吐槽，我平时提的是谁，你们也都是知道的。我这么一提耿大勇，我都怕他们生气。这牛仔仔跟小庆姐路过一路繁花，一路上任劳任怨，连背带扛。我觉得他不应该叫牛仔仔，应该叫牛马仔仔。一路繁花里，因为迟到，让小庆姐在东北零下那么冷的天气里站了将近1个小时。季中老师的老婆都想不出这么绝妙的计策来。最后我想说，小庆姐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很欣赏小庆姐从头再来的精神。人生短短3万天，我只希望自己好玩点，自由点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，觉得我爱说大话，情商低，口无遮拦。其实我都是在做小庆姐而已，只是没有做好。但不管怎么样的评价，我都会向大家保证，你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赵英子，谢谢。下一位要上场的，咱们感受感受不同的风格，好不好？赵小慧。哎，同样都是姓赵，啊，人家小慧说话的风格和赵英子就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人家有工作，有班上，人家身在职场，人说话还是很注意的，是不是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有智商、有情商、从不乱蹭的小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今天这期节目为啥找我来呢？因为这期节目它是个急活儿，还是元旦假期录制。节目组知道啊，只有我这种天天上班的人，既擅长干急活，又擅长假期加班。我
我当时都没问阵容，我说有活我就干，我以为我够不挑活的，来了一看，这也太急了，这节目组都不挑人了，开始。今天的主咖是小庆姐，甚至可以说是今天唯一的咖。以前多多少少还找点那种胡咖凑凑数，今天直接来素人了。哎，我今天看见耿大勇的时候，我心说啊，该不会我是主咖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这么有底气的刻薄。难怪那些明星爱耍大牌呢，虽然讨人厌，但刚才这2句确实很解压，理解。大家也听说了，耿大勇跟牛仔仔都是小庆姐钦点一定要上节目的。牛仔仔听说他是永远在线叫的这个名字，你还在吗？在的话扣1。这个名字上2年班就会变成牛依依。而且他有一个很火的 CP， 就是跟丁真啊有一个 CP， 这 CP 怎么说呢？归功于他的名字，因为人家丁真天天在草原上，最关心的就是牛还在不在。录之前我跟他打招呼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太好了。在小庆姐那儿你只能排第9，小慧姐这儿可以让你排第6。”当然也只是暂时的第6，只要我够努力，你早晚在我这儿也能排到第9。张纪中导演很多金庸的作品都有他的痕迹，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些电视剧是他导演的，然后我查了一下，发现很多他是制作人，但在外面就给人一种他是导演的感觉。这种人我真的太熟悉了，就好像我的同事经常在周报上写我干的活，让大家以为什么都是他干的一样。那都是你干的吗？张国良啊，张国良是我同事啊，不好意思，这块纯发泄。张导还约过那个卡梅隆导演合作，然后卡梅隆导演跟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要拍《阿凡达2、3》。”然后拒绝了跟张导的合作。今年我们能看到《阿凡达3》也是多亏了张导。那卡梅隆也真是个实在人啊！咱们一般婉拒别人说有事儿，不是说真的非得干点事儿。现在3也拍出来了，大家还有啥想看但是导演不拍的剧，可以去找张导谈谈合作。我先来吧，张导，我想看《哈利波特8》。赵英子，我为了这期节目刷了很多她的视频，咋说呢？就我以为人呢，只有上班才会疯。我理解不了，就是上午说自己怎么恋爱了，下午又自己出来辟谣，前一天说自己被求婚了，第2天又出来自己辟谣，理解不了。但这种人我也很熟悉啊，昨天的需求今天就要改，上个礼拜的方案这个礼拜就要推翻。有完没完呢？含蓄啊，含蓄是我老板啊，也是纯发泄。反正什么人都能来上节目，我也带同事跟老板上一下。周扬青现在他说他封心所爱，一心搞钱，其实人家家庭条件很好的，一开始家里就安排他去上班，上了2天以后呢，他说啊，我不是上班这块料，就创业当老板了，好羡慕呀。普通人只会说我不是上学这块料，然后早就去上班了。就他虽然不会上班，但挺会让别人上班的。冰美式面膜就是他们品牌开创的，冰美式太恶毒了，内服不够还要外敷啊，真不让人睡觉呀。我就感觉哪天我猝死在工位上，同事都会说啊，人虽然没了，但皮肤还是挺好的。我广告词我都替你想好了，过劳也要美美嘟。但
人家品牌真的挺好卖的，我也买了很多。那姐你要不还是谈恋爱吧？你说的搞钱搞来搞去，搞的是我的钱呀。还好年底上淘宝买年货有优惠，大过年的也给自己买点新派年货去班味儿啊！商务收完了，又有钱给周姐消费了。最后说一下小庆姐，其实我真没啥想吐槽的，就是挺崇拜她的，因为人家经历的风浪实在太多了。今天这种吐槽对她来说肯定都不是事儿。她说嘛，除了生死都不是事儿。所以我今天有个想法，要不今天小庆姐通告费啊，咱就别结了，咱看看她真的是不是个事儿。真要追究起来，咱们再补嘛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。而且我在直播间经常刷到小庆姐练毛笔字，真的一字千金。小庆姐，要不这样，待会儿你上台你别说了，让导演把这个麦也撤了，给你整上笔墨纸砚，你写出来。我希望啊，咱们大家今年的第一份年终奖是能来自小庆姐。姐真的生命力太强了，起起落落如履平地，感觉啥事儿都压不垮她。我有一阵儿就经常用她的一句话激励我自己，就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过着过着我就发现是人生没有刘晓庆过不去的坎儿。哎，你们仔细想，人家那些坎儿，有的跨过去了，有的扛过去了，有那种实在过不去的，人家也跟咱们说，哎，都过去了。而且庆姐其实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家庭，有一句你们肯定很熟悉的话，我跟你妈同时掉河里，你先救哪个？对，就是庆姐的一个台词。短短一句话引发了无数的家庭矛盾。但是小庆姐除了提出问题，她也给出了解法，就是只当媳妇儿不当婆婆。今天说了小庆姐很多事情，我觉得大家对她都还是非常的佩服的。我觉得她最厉害的就是一直在打破大家对年龄的这个刻板印象，对吗？谁说人家70多岁的刘晓庆不能谈恋爱啊？谁说50多岁的张绍刚老师就不能穿裙子？谁说30多岁的我就得上班？我们就应该打破这种固有印象，在任何年龄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。比如我现在就想下班穿着裙子去谈恋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慧。2026，要不小慧咱要不辞职吧？啊？就是这个同事也好，领导也好，都这么捎带手就给上了节目了，特别棒。而且大家注意，刚才小慧的表演最后结尾的那个重点，不是我穿裙子，重点不是我穿裙子，重点是小慧想谈恋爱啊！不要搞错重点。下面我们要上场的这位对谈恋爱就熟了啊，张纪中老师，今年70多岁了，前年刚生了一个女儿。网上有种说法，你们听说过吗？说男人一旦过了25就60了，知道这种说法吧？张纪中老师以一己之力打破了这个说法，他向大家证明，男人过了60就25了。有请老当益壮的张纪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纪中。其实啊，他们10年前就找过我来，那会儿给的钱还更多。当时我很忙啊，不来我是没时间的。今年我决定来了，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不来没时间了。跟大家一样，我也是经常刷着手机，我才知道张纪中去世了，还真是奇闻趣事啊！你们说这个内娱还有没有活人呢？这怪谁呢？这有的人明明活着，这营销号上死了好几回了。这一期还聊什么从头再来？我听说现场还来了个烧锅炉的，你们想干啥？
你们想烧了我呀？这孔子说过啊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老贼，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说道说道。来参加脱口秀活动，我很开心啊，我就喜欢开玩笑，笑一笑10年少嘛。我老婆她，就比我爱笑很多。我觉得这个爱情啊，跟年龄无关。很多人呢，现在年纪轻轻就有年龄的焦虑，有些事儿，其实过了那个点儿，你就不焦虑了。我就从不焦虑，都是我老婆在焦虑。我老婆经常问我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你要是出点啥事儿，我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啊。”我以为你早就想好了呢。开个玩笑，我老婆其实对我挺好的，但网友呢，老是替我焦虑，说张纪中这么一个老艺术家，这老婆还总能折腾他。之前呢，直播卖床单的时候，说我晕倒了，网友担心我出事儿，但我老婆很冷静，说她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她比你们了解老年人，年纪大了就是这样，容易睡着。就刚才我听你们讲话的功夫，我都2觉了。但我确实也有点委屈啊，这老婆，下次我睡着，你好歹帮我盖个床单啊，盖到肚子就行，不用盖脸啊。但其实呢，我是乐在其中，搞艺术的嘛，骨子里还是爱浪漫。我的老朋友刘晓庆就是一个一辈子爱浪漫的人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恋爱脑。我第一次见刘晓庆，哎呀，那可是有年头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去问了小庆，她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是到了年纪了。哎，那个呼兰，你从你那个小史记里帮我查查啊。就是那段时间，我确实是帮过刘晓庆，但也没有到那个恩人的程度。我就是觉得不能让好演员没饭吃。哎，现在看看啊，他是吃的真好。当然也不准确啊，年纪大了，讲究起荤素搭配了。这也挺好啊，老年人就得懂得荤素搭配，营养又健康。就像这个海天蚝油，真材实料，用优质肥美的生蚝熬煮，什么小鲜肉都比不上咱们的海天蚝油鲜。小庆，你别觉得突然哈，咱们好制片人也得有饭吃。小庆呢，他不仅心态年轻，打扮的也一直年轻，那都不是年轻啊，都有点稚嫩了。本来我小龙女都考虑找小庆演的，但当时56岁的刘晓庆驾驭不了这么成熟的角色，最后我只好找了17岁的刘亦菲。小庆呢，现在是拍短剧了。这短剧这东西我还真不懂，3分钟一集，我是真拍不了这个。想当年三国我拍了3年呐，水浒拍了4年，这些东西它就短不了。三国要这么拍，刘备、桃园3结义，一个头磕下去，哟，脱箍了。
那头宋江刚上梁山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该下山招安了。刘晓庆昨天还在拍小花，镜头一转，哟，老花了。你别说看不清了，我都看不懂你了。当年你都搭谁呀？姜文、国强，那都是老戏骨啊。现在谁呀？耿大勇。这耿大勇是谁呀？啊，这其他的人我更不认识了。听说这耿大勇还演短剧，牛在在，演都不演了，带着综艺就来了。就这个赵英子高低还算个演员吧，也不知道演过啥，就演个刘晓庆也没演明白，还开直播，说有人夸她最适合于演小龙女。谁说的呀？哎呀，这死丫头，谁说的？你找谁去啊？反正我这是不能让你演。刘晓庆还排着队呢，我还等着刘晓庆长大呢。我呀，排了一辈子的江湖，人情世故、打打杀杀，我都见得多了。现在大家尊称我这种人老登。我刚听到这词儿的时候，我真没听懂。后来他们说是攀登的登，还好不是蹬腿的蹬就行了。我也特别理解刘晓庆啊，到了我们这年纪啊，从头再来一点都不可怕，一眼望到头那才可怕。我今儿来这儿啊，就是想跟年轻人学习学习。都说活到老学到老，对，只要老不死，我就往死里老。真棒！别看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还能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老登益壮的张纪中。太棒了！你说一把年纪了，是不是中气十足？范老，对，是吧？真的中气十足。前段时间就有那个网上就还传说他把头发和胡子都染黑了，有人看过那个吧？后来事实证明是 AI 做的。不管是谁在抹黑您，我跟您说，今天白了吧？最后要上场的，庆姐。通过前面的这吐槽，是不是就觉得庆姐的人生很励志，而且人生的那个剧本比很多影视剧的剧本跌宕起伏？剧这么写，有人说假的，不敢信，但是小庆姐从来不怕跌倒，想争什么就去争，而且她的人生就不怕从头再来。举个例子啊，可能有朋友都没印象了，脱口秀大会第1季，小庆姐就来了。没表现好，那会儿观众还现场投票呢，拿了48票，这不怪人家呀，对不对？人家这是人家第一次来演脱口秀，主要得怪节目组，你也不做票。这48票，小庆姐惦记了好多年，这次小庆姐要从头再来，再次回到脱口秀的舞台上。小庆姐放心，今天您就想怎么讲怎么讲，踏踏实实的。今天。他没投票去，咱自由发挥。有请今天的主咖刘晓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晓庆。
我确实喜欢刷一些关于我的新闻，非常有趣。上午刚刚刷到我死了，下午我又多了一个男朋友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难，做单身名女人难上加难。是的。这句话是我在1983年说过的。宋丹的引用以后被全国人民知晓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至今也没有明白我说这句话的重点。我这句话的重点是，我很难单身。网上谣传我有8个男朋友，节目组真的不会策划，请什么赵英子啊、赵小慧呀，我都不太认识，就应该把我8个男朋友请来。观众想认识他们，我更想认识他们。而且8个男朋友，你们觉得多吗？我觉得太少了。80、90年代，有几万个男人说是我的男朋友，到今天只剩8个了。我觉得男人们真的应该加强锻炼。身体可是你们还婚恋的本钱，我有的是本钱。我是第一个进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女明星。那一年我排在第42位，第2年第45位，第3年我就翻车了。后来就开启了我的第2段人生，从零开始找工作，所以我也算个00后。你们还老说我演年轻人，00后不就是年轻人吗？包的。好可爱呀！我现在也拍短剧，短剧对你们来说是爽文，因为太夸张了，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人生啊。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？重生之什么什么，太符合我了，我就经常重生啊。上一世我是大女主，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跑龙套之重回巅峰。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，当过作家、企业家、主持人、制片人、导演、群演。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，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环境对，永远是女主。耿大勇总是对外说我提携了他。大勇，我是开玩笑，你要独立哈。你要有自己的主体性。那么多的年轻人，我为啥要携个老的？我还有8个男朋友要照顾呢。周扬青，打羽毛球就是比整容管用。我反对你这么诋毁体育运动，运动是生命之本，
你一定要加强锻炼，不然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清楚渣男。赵英子喜欢我，模仿我，但是没有模仿好。模仿我怎么会晕倒？应该模仿张纪中才会晕倒，我从来不晕倒，我都是让别人为我倾倒。对你来说这很难模仿，因为得先有人喜欢你。喜欢一个人的前提是一个人，但是你是4个人，是吧？狄、蜜、孟、张，4个人。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本性了。牛仔仔跟我爬山，居然把我当拐杖，敢把我当拐杖？按网上的话怎么说？物化女性。其实牛仔仔跟我是生死之交，在一路繁华里，我跳游泳池，他也跟着跳。那游泳池里很可能会有蛇，我真的挺担心他的。毕竟我是大女主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他这个咖位，随时都会杀青的。你看看我身边的这些朋友，牛仔仔走路跟不上我，赵英子爱晕倒，张纪中又一个爱晕倒的。跟你们录节目一定得当心一点儿。我一个什么都不服的女人，不能一会儿服完这个再去服那个。张纪中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恩师，我特别感激他。因为我重生之后，他第一个给了我工作，对于我特别照顾。他也像我一样的有冲劲儿，60多岁从头开始，我是从头开始演年轻人，他从头开始生产年轻人。张纪中，我就不劝你锻炼身体了。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我只想劝你就别直播了，来拍短剧吧。短剧拍得快，拍完以后还有时间去学校接小孩。最后我想说，大家太爱提年龄，这是一种很落后的表现。我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，我都是想走就走，而且我走得太快了。不仅牛仔仔没有赶上我，时代赶上我了吗？没有。时代要想赶上我，那就得把年龄辈分丢掉，别再叫什么庆奶啊、姨呀、姐呀，叫我刘晓庆就可以。你们要是觉得不够尊重的话，也可以叫我则天。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重生、重生再重生，至少要活到150岁，上不封顶。我们大家好好的锻炼身体吧。对，今天是慎重承诺了的哈，我们要一起，我们在2100年见。等你们啊！我们要一起哈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晓庆。
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主咖李晓庆。还是有区分，还是有区分，小庆姐，还是有区别。你确实在说耿大勇的时候，和说其他人的情绪情感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。有一些突然的宠溺了起来，温柔了。而且就这状态，谁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对，勇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勇敢的做自己。下个世纪的事儿，咱们回头再说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纪，我们努力活得像小庆姐一样精彩。再次掌声送给刘晓庆。朋友们，今天所有嘉宾的表演都已经结束了，怎么样？今天精彩，够爽哈，又温情，又刻薄。看着心里面又暖洋洋的，又拔凉拔凉的，就是这种水火交融啊，让我找到了主咖这个节目的感觉。说明什么？还是得有主咖。我们在微博上，大家可以大声的替我们呼喊，喜欢谁啊？你赶紧来这个节目，是吧？喊的多了，万一他们不好意思了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先说今天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要选出本场的 Talking， 请现场观众拿出手中的投票器，觉得今天谁表现最好就投给谁。投票开始。啊，小庆姐，如果只有一个 Talking 的位置，你给谁？张纪中。张纪中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深刻，讲得很全面。好嘞。姐，深刻和全面其实不是脱口秀的评判维度。反正喜欢，不管，反正喜欢听。不管，反正喜欢听。那当然，反正我喜欢听。好嘞。志友老师，如果您手中有一票，你给谁？我给小庆姐。她不参加。但我你看你又得罪，我就想给他，我不管。因为你是小庆姐的183黑皮体育生 ，OK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谁会获得今天的 Talking。3、2、1，请看大屏幕。今天的 Talking 是小庆姐吧？小庆姐不在7个号里啊？对呀。不，这个节目太随意了。这节目我先捋一下，导演，一共你们是不是按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号？那今天最后投出来是第8号，请问你让我怎么圆这个事儿嘛？但是因为小庆姐今天给节目定性了，我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所以恭喜本场的 Talking 海天蚝油鲜蚝鲜熬 Tal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刘晓庆获得本场 Talking， 请来到台中。同时我们也请豪豪为 Talking 颁发奖杯。还说我给错了。谢谢豪豪，谢谢。谢谢。奖杯挺重的，我今年得的奖杯都特别重。是的，每一个奖杯都不好拿。没有一个奖杯是好拿的，同时每一个奖杯对于您来说，小庆姐都是实至名归。来 ，Talking 获奖感言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有奖的哈，
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很震撼哈，因为我又跨界摘了一个奖，现在可能也就这个奖还没得过了。是的，而且是我觉得这个跌宕也太大了吧。首先我说获奖这件事就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刚才这个张绍刚的数字有点说的高了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只得了24分，24票，结果突然从24票突然到这么重的奖杯，你们不觉得我进步太大了吗？这么大的跳跃，我觉得我有点头晕。我个人认为，年龄对我们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，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为自己而活着。谢谢，再次祝贺小青姐获得本场 Talking。小庆姐今天为了这期的主咖，还给大家准备了惊喜。小庆姐要在现场给大家写幅字儿。写了。写。你的好望，这个其实好望，漂亮漂亮。哦，好，来。真漂亮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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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庆姐，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，都是小事儿，也送给各位。各位，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嘉宾的表演，也谢谢小庆姐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，就是这幅字儿，是4个字，叫做“都是小事儿”。但是，都是小事是一种哲学，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时候一种化解的方法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想到精彩就在后面。今天遇到的都是小事，也希望今天的吐槽让大家开心。希望大家就算跌入低谷，也有着重新开始的勇气。不管是台下的朋友，还是屏幕前的观众，能像小庆姐一样，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想看哪些狠角色来到主咖？和他的朋友们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许愿，还有更多演出等着你。场上没拖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今天小庆姐的表现实在太完美，我犹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1季。太不对了。其实小庆姐是憋着这股火的，这就是从头再来。这次的脱口秀，然后说的全部是我的肺腑之言，所以就是发挥得很好，就能够精准的发挥我自己想说什么以及我的观点。挺好的，我觉得你们的观众啊和各方面都是特别好的。每一次出现京剧的时候，我都使劲的鼓掌，因为我是喜欢才华的。小庆这个人呢，他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，敢说敢爱敢恨的这么一个人，就佩服他不服输嘛。时代赶上我了吗？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，就会感觉很温暖。他给的这个温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，包括给他同组搭戏的演员也好，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好，小金姐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就是一直很温暖。小金姐其实每次听到音乐都会翩翩起舞，你们发现了吗？
就是小青姐来，你们就放音乐吧，准没错。然后今天就是我为我倾城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能工作到76岁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。希望我和希望大家就到76岁还有这个精气神儿，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这句话我个人认为就是最好的就是顺风顺水，不一定要从头再来，可以说不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人生不怕来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啊，姐啊，这个环节我只是个嘴替，有的是节目组想问的，有些是网友想问的，但绝对不是我想问的。我只是品牌自由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好，第一个。和耿大勇搭戏开心，还是和姜文搭戏开心？都开心。微博上网友说过，过年回家经常被催婚，想问您有啥好的应对方法？因为我不在这个频道上了，所以我不能回答。因为被催婚的又不是我。对的。我个人建议自己做主。对的。微博网友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，怎么和前任保持良好的关系？因为我就保持得特别好，是因为我们都共同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，曾经度过这些美好的时光，都是双方自己给予的，光是这一点就可以成为好朋友。我是不管人家对我好不好，我反正要对对方好。说的我无话可说。牛仔仔说你会在网购20块钱的衣服，是真的吗？错，我会在网购5块钱的。这牛仔仔胡说八道。春节1983年的春节联欢会，我穿的那一身红衣服就是5块港币的。那是时代不同了。你对今天的阵容满意吗？很满意啊。其实今天的阵容没有这个阵容，没准我还不来呢。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朋友相聚，其实是为这个来的，就觉得看到大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拍完以后就不再见面了。谢谢节目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后面不要问为什么了嘛，姐都回答出来了。平时喜欢发朋友圈吗？基本上每天都要发。都是一些什么内容？基本上都是夸自己的内容。把姐的手机拿来，能不能展示一下？展示，这朋友圈哈。哎呦，真是姐很快速的哎！你看啊，每一条你都可以看，全是关于自己的营销号的文章。这牛仔在胡说八道。我的朋友圈点击率特别高。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决定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就要，而且发了一个视频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原来我说不吃着碗里的，不看着锅里的，但是现在我改变了，吃着碗里的就要看着锅里的。因为今天我得了一个奖嘛，我待会儿就会发，我发出来以后，大家就会关注这个脱口秀。但是在这前天，我拿了一个短剧奖，这里面基本上都是跨界摘奖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阅历经历越丰富的这些老艺术家，他在哪一根赛道上，他总是能发光。行，那问题解决了，谢谢小青姐，没问题了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，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买年货上天猫，年味年礼马上到。感谢承包全家年货的天猫赞助播出。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重磅升级、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什么精心设计的笑点，在浑然天成的愚蠢面前不值一提？宝贝儿，导演，你注意好，真的控制，他真打人，我跟你说。宝贝儿，我的身高不在他的攻击范围。宝贝儿，妈呀，最烦中医的人。宝贝
贝儿，我现在多烂多臭，你知道吗？宝贝儿，娱乐圈的人好恐怖。我们就是想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喜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。我都感觉是我录过这么多期，还在我前3呢。我觉得其实你们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的一个脱口秀。那您觉得谁的最不好啊？那我们应该给自己鼓鼓掌，要的。但是整容整得不错。说我呢？对啊。哦，天哪！但你会努力不让观众忘记你吗？也不会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越努力就越心酸。然后咱还有一个这个环节叫拟声快速回答。你麦啊！你除了刷刷喷他，你有没有别的？看电视，哎，怎么样一下？我发现我表演的准确，咱这学习到不少，你们不懂，看节目吧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买年货上天猫，年味年礼马上到。感谢承包全家年货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、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6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爆笑满满。周日惊喜加更，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1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享不停。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里那兄弟遥控器找不到。Hey bro， 没有 Melvin Peace and Love， 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飞得巧。那年教室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的站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学习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圆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丽丽城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，用沟通打破去心里的潮。